好，我们刚刚讲到哈，如果说国际间的话，这场战事大家要问的是，到底什么时候会出现转捩点？原因是因为目前看起来俄罗斯军是一路的向东来推进。好，原因是因为呢，现在乌克兰他们已经警告要被包围了。我们昨天告诉大家，红军村这边的外面3层防护已经被打垮，然后呢，现在已经快要进到了红军村。红军村就在这个位置，你看看打到这边是不是非常非常的近呢？好，这个地方。新罗迪卡夫说是仅剩的最后2道防线之一，现在俄军已经是每天发动20次的攻击，所以你就可以看，它就是在前面不断的搓，慢慢的向前挺进。那红军村里面的人的讲法就是说呢，他们已经开始逃了，往外逃，因为俄罗斯就在门口，他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去。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它是一个这样子包夹，然后全部往前推进的嘛。在这边库拉霍沃附近呢，他们也开始加强攻击，原因是你这边往这边推，那是不是之后就是下面跟右边这边直接的给它包夹，双面围攻起来？那俄罗斯的国防部他们的讲法是在这一波的攻击当中，他们1个星期里头呢，就已经消灭了乌军大概有16960人左右。那乌军还会赢吗？因为先前不是说泽伦斯基9月要到华府去报告他的胜利计划，现在人家还会相信吗？美国的官员就透露，未来4个月的目标是什么？是拜登卸任之前，他们已经没有在抱着打赢仗的幻想，而是要如何在国会下一 round 可能不会给他们再提供额外的金援了，所以要怎么样帮助他？大家在讨论的是这件事情。所以泽伦斯基其实是很失望的，因为他也眼睁睁的看着，虽然说呢，国务卿这个布林肯来了，还有英国外相来了，看到了拜登跟这个英国的首相施凯尔也会晤了，但就是没有放宽让他们来使用西方的长程武器的限制。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讲了，我没有办法再往前进啊。泽伦斯基直接批评说，你们怎么会这么害怕提供给我们乌克兰可以打下俄罗斯导弹的能力？甚至你们怕到什么程度？这句话很写实，怕到说我们正在为此努力，这样子你都说不出口。他就讲，西方的列强们现在就是这么害怕。而俄罗斯的方面呢，看到他们其实根本就是老型仔仔，该吃饭的吃饭，该打仗的打仗，该开会的开会。下个月10月金砖会议即将在他们的克山这边来召开，普京现在已经在圣彼得堡这里见了王毅，聚焦谈的就是中俄的双边关系。原因是因为在金砖里头确定这2边就是2大国，必须要把路子先抓对了。同时呢，普京也讲了，中国上次跟巴西他们提出了6点共识，有关于俄乌战争的6点共识。他们觉得他们其实一直以来本来我们就对于和谈是持开放的态度啊。那耿爽这边呢，在联合国这里则是直接的说了，说美方一直认为说他们是不是有去援助俄罗斯，他再次强调，不是没有援助俄罗斯而已，是我连乌克兰我也都没有，我任何一方我都严控军民两用的物项。所以他强调，为什么一直要把我们丢过来？我们根本就不是危机制造者啊。可是另一个国家就不一样喽。北韩先前金正恩在跟普京见面的时候，双方不是已经讲了吗？他们有一种同盟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了。那现在又看到绍伊古在跟金正恩会谈，前线里面战事又不断的在推进，到底有没有可能会有武器的转移？有没有可能会有人力甚至佣兵的提供？这一些其实大家都在看，两方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要请教彬哥了，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俄乌战这件事情，大家说在这1个月内很有可能会有突破性的进展，毕竟东部如果全部攻下的话，哇，过去就是一马平川。其实我们早就说过，现在情况对乌克兰越来越不利，因为不只是波克罗夫斯克这边，他现在看起来是面临包围的一个状态。他其实，在库斯克那边，现在俄军也开始反攻了，所以他2边都同时受到压力。那俄罗斯乌克兰本来兵源就已经不足了，那现在战场同时分成2个地方，请问一下，他到底要怎么样去调派他的人力？他到底要怎么样去固守？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他开始放弃一些不是那么好守的据点，开始往后撤。可是问题，你能撤到哪里去？你红军城，你到底要保住还是不要保住？因为一不保住的话，后面可能就是门户洞开。
那可是问题是保住的话，你有多少的力量能够去保住这个东西？所以对乌克兰来讲，现在面临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个抉择。那可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西方这些国家看起来并没有想要在这个时候大力援助乌克兰的打算，对，很明确的是这样。照理来说，如果以过去这种状态的话，乌克兰现在面临这么危险的情况，你北约应该要大批的这些军援物资应该要源源不绝的流入乌克兰，可是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对北约或者对美国来讲，我个人认为，他们恐怕也认为这场战争差不多快要走到头，所以他们也不想再投资太多的东西进去，所以泽伦斯基一直在讲说，你们连为此努力都不敢讲，不是啊，人家根本没打算要为此努力啊，他就不想做这件事啊，因为他明明知道你乌克兰看起来情况已经不是很有利了，我提供你一个长程武器去打俄罗斯，到最后的报酬是什么？只是俄罗斯更激烈的反抗而已，而且甚至有可能把北约这些国家都拖进去。那北约这些国家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一个看起来已经没有希望的战争，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状况对乌克兰是越来越不妙。泽伦斯基应该赶快找到一个停损点。我觉得和谈是应该要开启的时候，可是问题是，现在整个战局如果对普丁有利，你不让他库斯克那边根本就不用谈了。你不让他在乌东这边拿到一定的他想满足的状况，恐怕他也不会停下来。现在看起来比较糟的情况是，未来可能要以第聂伯河为界来划界。失分多了。对，那我觉得这个对乌克兰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损失啊。那问题是你有办法能够不让普丁这样做吗？看起来北约跟美国并没有打算。因为接下来美国在52天就选举，选举完之后，新的总统人选出来之后，恐怕都不会对乌克兰有更大的援助出现。那乌克兰要怎么扭转这个局面，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困难。所以我觉得乌克兰聪明的话，现在应该是积极寻求其他国家介入，至少让整个局势缓和下来。应该要去做这件事，不要再听老美根本就在害你，你真的不要再傻了。那至于说，美国老是喜欢指责中国或北韩去援助俄罗斯，或伊朗最近又提供什么俄罗斯导弹。我想请教一下，你美国指责这些东西是能够改变什么事情吗？没有办法改变什么事啊。你一直都不愿意跟北韩进行谈判，而是一直不断的跟南韩用武力去威吓北韩。你威吓北韩越多的结果是人家试射导弹越多，他越跟你对着干。请问一下，这样能够解决问题吗？根本没办法解决嘛。所以我认为美国在这几年犯了非常多的战略上的错误，他帮自己塑造了太多的敌人，然后也没有一个解决的办法。所以我觉得美国如果再不改变他的战略的话，未来这个世界麻烦会越来越大。是，请教一下小舰长。原来我们所看到的英国首相施凯尔，他13号他抵达华盛顿，他们要讨论的是什么？他其实最主要是要跟拜登讨论是不是对于乌克兰开放这个长程的飞弹，例如说暴风之鹰啊。但是在更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普丁他接受了访问，而且其实只有一家媒体。那他到底谈到了什么？他讲说，如果使用高精准度、长距离的西方武器，然后对于俄罗斯进行攻击的话，他说这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了。什么叫做截然不同的故事？也就是不是像现在这种打法了。那他不是只有这么说而已。那我们最近呢也可以看到第一个也就是他现在进行的，从北极海到波罗的海，然后到地中海，然后到日本海，到鄂霍次克海。它其实在进行一个类似美国的大规模的全球军演。那它要展现什么？就是如果现在西方在对于乌克兰开绿灯的话，它发动这个全球的对于西方这些国家的攻击，它是完全具有这个能力的。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它最近又在展现一种飞弹海燕的这一种核动力的飞弹。我们想到核动力的这种巡弋飞弹，不觉得很奇怪吗？它真正的重点在于什么？它几乎等于没有射程的限制，因为它的核动力可以完全的供电，完全的提供它的推进
推进的能力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颗飞弹的时候，它其实吸气其实只是让它冷却我们一般所看到的反应炉。一般的反应炉，我们看到都是用水、用河水或者是来进行冷却的。那其实这个它用空气冷却，那它为什么不它到底布防的位置在哪里？布防位置在莫斯科北方380公里的位置。为什么在这里？因为这里飞弹直接从北极海出海之后，没有人知道它到哪里，也就是它可以迂回的从大西洋回来攻击有关于北约的这些国家，所以北约当然会害怕而且它这一种攻击其实就是脏弹的攻击，因为它里面有实际上我们讲到的这个核反应炉打下来，虽然不会引起核爆，但是它一样会有核子污染。那至于说，大家都一直指责中国大陆说提供非常多的武器，给俄罗斯，其实并没有，只是坦白讲，中国大陆的这一些无人机啊好用，我们在网络上其实看到它其实只是简单的改一下电路板，它就然后再刷一下程式。它就变成了什么？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一架是大疆无人机啊，它就变成什么？它就变成穿梭机了。我们怎么讲？看穿梭机，第一个大疆无人机，我们一般都是用它所附的摇杆，但是我们看这个玩家，他手上拿的就是穿梭机的遥控器，这个就是大疆无人机，而且它已经改了，上方有一个我们所看到摄像头。那个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说这一个就是这个穿梭机下面这个影子就是穿梭机的本身啊，所以我们讲到说，因为中国大陆的所产生的这一种无人机好用，所以其实俄罗斯在市场上买，乌克兰难道没有吗？乌克兰也是，所以不要说中国提供哪一种装备给俄罗斯或者是乌克兰的哪一国，而是大家都喜欢用。请教一下大钟老师。对，俄乌战争除了目前大家比较关心的战场的形势之外库斯克跟红军城的状况，其实都对乌克兰比较不利但是如果想要解决它的话，要上谈判桌，要做政治解决，其实除了我们所知道美国角色重不重要，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中国大陆的角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2天又有西方媒体传说这个习近平跟泽连斯基可能在今年的10月份会会晤。那这个消息是没有办法得到证实但是这新闻里面特别讲到说从今年6、7月之后，其实乌克兰跟中国大陆关系和气氛有所改善。那我们回顾一下，在去年2月的时候，其实北京对俄乌战争，习近平已经提出12点的和平方案，他也派了特使但是没有办法得到很有实质性的进展。那今年6月份的时候，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因为召开了所谓瑞士的和平会谈，当时状况是如何？俄罗斯被抵制，中国大陆希望俄罗斯参加，但乌克兰跟美国跟西方国家说不行，所以最后中国大陆并没有参加在里面。当时北京提出的3点，一个地方3点原则是，这个和平会谈一定是要提出的方案和参加的这国家是俄乌双方都认可的，是，而且是各方要平等参与。第二个。第3个是所谈判的这个文本应该是要公平的对待每个方案，而不是先入为主，以乌克兰的方案为方案。但这些条件其实乌克兰跟西方没有接受，所以就没有了。中国大陆没有参加。当时其实泽连斯基也非常的生气，他用很强烈的字眼去批评习近平，他说怎么这么强大的中国会沦为俄罗斯的一个棋子，而且他指控这个北京是蓄意破坏瑞士和平峰会。但不要忘记11月份要召开第2次。这次假设是像上次一样，中国大陆没有参加，还有一些比较第3方的国家没有办法背书的话，那这个谈判其实无疾而终，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泽伦斯基假设真心诚意要在谈判桌上，可能未来有个前景的话，我觉得他其实非常心知肚明，中国大陆的角色在里面还是非常重要。当然美国的因素没有人能够否认，但是如果把中国大陆排除在外的话，我觉得在政治谈判上的前景是比较不乐观的。
好，而且大仲老师刚刚所提到这个11月份的会谈，应该会已经在美国的大选之后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真的再来谈的话，相信啦，红军村在那个时候可能状态又不一样了。那整个谈起来，到底谁的筹码多，应该大不相同。我们先见广告。好，带你来看到是美国现在要选举，任何一个动态都有可能造成选举结果的影响。现在最大的一个新闻是波音罢工，16年来第一次，每一次罢工当然都是要为自己争权益。那波音就讲啦，我现在都帮你加薪要25%了，怎么他们旗下33000多名的员工呢，说还是不满意。12号呢，在工会表决之后，96%的人支持罢工，所以呢，33000人就是自13号午夜开始，在华盛顿州发起了罢工运动。他们说了，这不是钱的问题，这还有我们的未来，还有我们的尊严。好，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波音前一阵子当然有非常多的争议。那现在的员工呢，他们也想问，针对这些争议，你的高层领那么多钱，那是不是真的有在处理问题？而与此同时呢，大家也担心的是，那737 MAX 还有777，这些好不容易可以开始交机的，是不是生产也可能会面临问题跟打击呢？白宫方面呢，当然就强调，你知道，每次发生罢工啦或这种抗议事件，目前正在执政的这个执政党，你也要选嘛，你一定要赶紧出来解决问题，不要让它烧得太大。好，他们讲劳资双方呢正在进行联系，希望他们可以达成协议。那也因为这样啦，所以波音现在的信用评级可能会真的跌入垃圾级，又或者就是所谓的没有办法再投资的那个篮子里面了。而现在呢，不是只有波音惨而已 ，Intel 目前也会面临一些的状况，说美国政府呢传缩手了，本来要给他们的晶片补助呢，说是所有的厂商当中最多的，但目前传出来说有可能播出的拨款会往后来递延，那会不会有变数？没人知道。Intel 这边赶紧去找谁？找雷蒙多，告诉他说：“哎呀，不行啊，我们一定要有自己能做晶片的公司啊！”而且呢，他们说今年以来市值呢是已经蒸发了60%，政府不救吗？不帮忙吗 ？CNBC 就报道，雷蒙多有特别强调，我们不要过度依赖其他的晶圆代工，那个其他啊，不就是台积电吗？所以雷蒙多也因为这样子会一路的给他挺下去。好，毕竟啦，现在在很多的产业，美国都已经不是龙头，包括了什么？包括了船舶的制造，包括了晶片，还有包括了汽车。而这3样已经变成了中国8月出口的新3样。最主要你会问，晶片不是一直被打压吗？没有，你要知道，其实制造成熟晶片这个部分，在中国现在他们的出口还是大宗。所以大家就讲啦，嘴上你们不是说吗？不要那个中国的啊，我们都要美国制造的。但是是不是还是持续的会来买录制晶片？毕竟那个就是真的性价比最高啊。而讲到了晶片，现在呢，麒麟晶片放到了新的3折华为 Mate XT 手机上头，大家就在讲这个手机真的蛮绝的，这个用法也真的很绝。来看看奇虎360董事长怎么用。我这2天在研究这 iPhone 和 Mate XT， 我确实觉得华为的意念创新确实遥遥领先。有时候在这些公众场合，我很尴尬，我想打电话掩饰自己，我拿个 iPhone， 根本遮不住自己的脸。可是有了华为的 Mate XT 就会不一样了，你看。我这样遮着脸，根本看不见我是谁。工作忙的时候吃泡面，手机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要压住泡面盖。用了华为 Mate XT， 泡面的味道更透彻，煮得更熟，味道更好。我发现 Mate XT 的新的优点在随时向大家汇报。好，盖1碗泡面呢吃不够，要盖2碗要怎么样啊？那个其他都没有办法，我这个还有办法。这个做法我也觉得说，确实好很吸睛啦哈，引发了讨论。但是呢，这个手机是真的蛮厉害的啦，3折。那一打开来之后，现在说跟皱褶一般，大家又开始有梗图出现了。也因为话题性，再加上它本身确实这个商品有它的独特性，说目前呢这个炒价已经达到了22万港元，开放6天已经收到了570万的订单。大家开始在说，是不是这个中国华为这家公司
真的除了打手机市场，现在呢也持续的在领跑平板市场，甚至在加速海外布局。因为你看一些数字哈，2024年第2季度他们的平板全球出货量是已经稳居全球第3了。那9月19号呢，下这个新品发表会之后，有可能会再增加他们平板上面的业务增加量。大家都在说，手机如果3折打开来看，我那个看起来的感觉就是好像我不用带平板也可以嘛，所以两边就会变成一个互补的状态。那当然，对于3C 迷来讲，就会是一种吸引力，可是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能买到。譬如这一位美国博主就好遗憾。Terrible shame that we cannot get this phone here in America because the new Huawei Mate Ultimate design is honestly one of the best designs that I've ever seen. Even the camera looks pretty high tech, and the size of this screen is pretty significant. It's like having an iPad in your hand that can turn into a phone, and it only weighs 290 grams. Compared to the iPhone 16 Pro Max that weighs in at 233 grams, iPhone users are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fact that they will only be getting minor improvements to the iPhone every year. 说实话台湾也觉得很遗憾啊，但是也真的太贵了。这买的时候呢，也会开始真的是有点贵。但是你要知道，现在不是只有贵的，你才会觉得说可能会不会是美国这边这种高单价的会打压？没有哦，现在美国有新策略了，来针对于中国电商，现在开始要拿小额包裹来开刀。有多小额呢？就是你的价值是低于$800的，以前呢，都不用课税什么的哦，没有哦，现在就要来进行好好的调查，以及呢要经海关检查是否免税，怎么课现在还不知道。但是这一波可能也因为现在中国电商确实有很多人呢，是譬如美国人，他透过电商来买一些平价商品，那总价不高，那就不课税吗？那这一笔钱，美国现在不要让它过了。请教一下彬哥怎么样来看？从他们经济开始吧，波音现在已经要加25%的薪水了，大家还是罢工。你想想看波音上一季亏损了14亿4千万美金，然后他的执行长年薪破10亿，破10亿台币哦。而且说真的，那他年薪破10亿台币还是少的，为什么？因为去年波音失事太多，不然他可以拿更多。所以你是他的员工，你会平衡吗？一个公司亏损的这么厉害，就你们这些高层每一个薪水都赚饱饱。这个不是很莫名其妙？再来讲，公司亏损这么厉害，你们这些人应该引咎辞职啊，对不对？你们应该要负起责任啊。结果怎么好像大家就是吃公司吃得非常高兴，所以波音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我一点都不意外。但是呢，我比较意外的是什么？波音现在信用平等还可以在 Baa3，我很意外。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头就讲了多少次，他几乎每个礼拜都有问题出现，掉门对掉手机各种奇怪的事情全部都出现了。对，那这个公司的信用平等居然还没有进入垃圾级，我也觉得蛮厉害。他不愧是美国的公司啊。所以波音如果没有一个破釜沉舟的大改造，我觉得这个救不太起来。但是问题是现在快到选举了，你白宫能够任由这件事情发生吗？所以白宫要积极协调，如果没有办法积极协调的话，到时候引起风暴，恐怕会直接影响到贺锦丽的选情。我觉得这个民主党要赶快审慎处理。那 Intel 也是一样 ，Intel 其实现在就很像以前台湾的国产车一样，变成扶不起的阿斗。你给他的大笔的补贴，结果补了个半天，就越补体质越虚弱。你知道他这2年因为晶片出问题他的那个 CPU 出问题，他的股价是狂跌一泻千里所以他这个 Intel 如果没有就是获得白宫进一步的支持的话，它可能会出现大麻烦。那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反观你看中国大陆被封锁之后，它的成熟晶片还是一样源源不绝的输出为什么？因为它还是有它性价比很高所以这是你美国没有办法去忽视的东西嘛。我觉得美国人真的要认清现实，而不是只是天真的以为我只要制裁中国，中国就完蛋了。恐怕到最后完蛋的是你自己。但是我觉得这个奇虎360这个老板，你觉得他是发现新功能？我觉得他根本在亏
他根本在凑华为吧。不过蛮有趣的啦。那说真的，这个手机我心不心动？我也有点心动，是不是？对，但是太贵。真的太贵了，我觉得我的身份地位还用不到这么贵的手机，等我身份地位再提升以后再说。但是网络上很多人开玩笑说，再这样发展下去，有一天哦，竹简就会出现，那种像竹简一样的手机，以前那个做对，以后是卷轴手机，每个人上握了一个，它整个这样拉起来，是不是有这一天我不知道，应该是不太可能啊。不过我说真的，这个呢。就是小额包裹这个免税这个东西，其实这个是对美国消费者有利，因为你可以用相对便宜的东西买到这些性价比很高的东西。那你要去征这个税 ，OK， 美国的税收可能会因此增加一点，但是谁承担这个后果？就是消费者要承担，因为美国人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吗？他就算加上油钱，恐怕都比美国自己做的便宜，所以这就是美国现在面临真正的困境。是，请教大钟老师。对，因为今年8月的中国大陆出口是船舶、晶片跟汽车啊，大家叫它新三样。因为晶片跟汽车大家谈的比较多，谈一下这个船舶啊，其实有3个指标哈来看，中国大陆的船舶的建造已经是全世界最领先的位置，全世界第1名。第一个指标叫做新接的订单，好，就是新接的订单，以今年上半年来看的话，它接到是5000多万吨，好，占全世界的大概70%的比重，第1名。那第2个是手中所持有的订单啊，就是通通加在一起，也占全球的60%。第3个是今年上半年完工的量，建造的这个船的这个吨位，2500万吨，占全世界的55%。这3个指标都是第一。为什么？当然有些是全球性的因素，比如说因为造新船的需求大，因为全世界慢慢的在回归景气，还有就是汰旧换新潮到了，因为新船需要符合最新的环保法规、绿色的经济。第3个是一个红海的事件要绕道，所以需求量增加。但是呢，在这个方面，中国大陆的政策的引领还蛮重要，包括这个海洋强国是它的政策的大方向，它投注很多资源。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2019年，它把2个大的造船的集团，这个中国中船集团跟中船重工合并之后，成为全世界最大造船中心。它把资源有效整合，减少内部竞争。好，所以当我们只看晶片、看汽车工业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忽略造船的这个能量。中国大陆目前是世界第一。是，请教一下小舰长。在我个人啊，在念高中的时候，其实一直到2020年之前，我们所使用的电脑都是什么 ？Intel Inside。可是从2020年开始，就开始慢慢转变了。现在我们看的最多的其实是超微 AMD Inside。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在讲这些晶片的时候，最重要不过就3个因素：第一个良率，第2个价格，第3个交期。我请教你 ，Intel 有满足这些标准吗？另外，美国大搞这个贸易战，大搞科技战的结果是什么？现在中国大陆进行了所谓双循环的它的一个经济结构。内循环，我们就看内循环。内循环在做什么？也就是他们的公家单位要求所有的电脑都要使用中国大陆自己产的晶片。那也就是我们看到14亿人的公家单位，它的所使用的电脑全部都已经变成从今年开始啊，慢慢都使用中国自己产的晶片。这个就是推动中国的晶片成熟发展的另外一个方式啊。另外刚刚谈到新3样，原来的新3样是什么？原来的新3样是电动车、太阳能板以及锂电池。现在我们讲到说，已经变成了汽车，变成了成熟制成的晶片以及船舶的部分了。那其实我们真正要讨论的是什么？真正要讨论的，也就是习近平主席他所提出的经济前沿课的新质生产力。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不是在用以往的这一种经济模式啊，它要创新。我们刚刚上一节讲的大疆无人机不是就是如此吗？我们现在看到大家都喜欢用大疆的 Pocket 3的这一个手上自拍的这个装置，不是就是创新吗？那另外他还讲到说，我们刚刚在新质生产力里面讲到说，他们不是用旧有的模术，他要
模式啊，它要用高科技、高效能以及高质量的经济进步的方式。刚刚我们看到了一个华为的奏折机，我这里也有一张啊，这里也是奏折机啊。那我们来看看俄乌战争。俄乌战争在红军城这里一直被说俄罗斯已经包围了，步步的进逼。那么目前只剩下最后2道防线，就要把红军城给攻破了吗？那么目前俄方是一天发动20次的攻击，这一次的攻击突出部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跟周边乌军的防线，补给线出了问题，以至于补给一直没有办法跟上的关系，2条具有反坦克这个壕沟啊，还有数十个环状阵地啊，都已经被俄军推进当中，随时可能被攻破。那么，甚至乌克兰的武装部队说，现在呢有很多亲乌克兰的居民直接抛弃了乌克兰人，留下来的人还会向俄罗斯传输有关乌军的信息。这里快要变成空城了吗？当然，现在各方的消息战事当中，只能透过部分有限的媒体来做报道。那但是俄罗斯国防部说，库斯克就是乌克兰打到俄罗斯本土的这块地方，现在仍然攻势持续当中。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已经被说损失了300人，这是俄国方面的宣布，说他们不停的往这里攻。目前200名安全部门成员自愿投降，大多数都是军队的冲锋队员，还有前囚犯。那当然还有来自于国家营啊、党卫军啊、志愿军的武装分子。那其中被俄方宣布说已经有18个定居点，因为俄罗斯的反击已经把它拿回去了哦。那乌克兰怎么办？是不是真的现在危急？大家一直说他处境很不佳呀，是不是真的没招了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说，如果他预防一个事情发生，如果这个时候呢，西方有任何一个国家提供给乌克兰允许用西方制造的长程飞弹跟武器去打俄罗斯领土的话，这个普京已经先扬言了，等于代表北约国家、美国还有欧洲国家直接涉入乌战，直接宣布直接开战的概念呢，所以他是在打预防针啊，预防接下来还有长程武器会打到俄罗斯的本土去。而英国呢，发现在这个首相乔拜登似乎有一些态度上的转换，因为呢，在这场会议里面就发现这个施凯尔拜登推迟了允许乌克兰向俄罗斯发射西方供应的远程导弹的决定，这个是泽伦斯基不断喊话的，包括9月还要拜会拜登那递交乌克兰的胜利计划是什么呢？也要提交给贺锦丽跟川普啊。那现在泽伦斯基就期待希望拿到可以打到远程飞弹打到俄罗斯的这样子允许跟许可。显然，西方国家现在正在这个很忌惮，恐怕也很难如他所愿。但有个消息很有意思，辩论会不是刚结束吗？那大家不是川普一直强调他如果当选，拜托我24小时就可以结束俄乌战争，你们这样拖，但怎么做到一直没有公开讲过嘛？那这次想不到川普的副手范斯讲出来这个天大的秘密，原来计划是什么呢？就是川普如果当选，直接设非军事区。那乌克兰呢，就接受俄罗斯目前占领哪里啊？克里米亚东部南部任何已经被占领的你就撤出去，你就承认就好了。乌克兰直接确保独立你留下来的地方都还在，但是一旦被俄罗斯占领的就直接离开，然后你也不能够加入北约或任何形式的同盟原来这个投降的方案就是24小时能够结束俄乌战争的秘方嘛。好，俄罗斯跟中国呢，还有北朝鲜呢，现在让美国很担心，他们联合起来的各种情况，包括了有欧洲情报说，俄罗斯有自制的新型无人机引擎是来自于中国这款名为 Garpeya 的这个无人机攻击就来自于中国大陆吗？还有俄罗斯的军机环绕日本沿海在飞行当中，那么北韩还试射飞弹，同一天让日本方面非常的紧张，引起日本战机紧急升空因应，就在日本沿岸飞行那这样的区域包括了这个试射短程飞弹也在日本的外海那所以北韩、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高官访问了北韩，那么国安秘书长肖伊古跟金正恩还会谈那双方正在战略伙伴关系条约里面签订的话，俄罗斯也放话，可能必要的时候要动用核武的时候，转头见了金正恩，他们要做什么？美国
西方世界当然担心，而中俄的联合演习跟巡航变密集了，各种分析都认为，这为了对抗美国西方的意图很明显呐。这个在日本海沃尔霍茨克这里举行的大洋2024联合军演，这个时机点刚好就是日本首相选举，还有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哇，这种施压的警告意味相当浓厚，而当然也对于俄乌战争的发展产生了一些影响跟压力嘛。亮哥。目前乌克兰是拜托那个给他远程的飞弹嘛，那目前大概是英法联合制的那个我们叫暴风之影啊，这个 Storm Cloud， 那个有可能会提供，那个大概可以射250公里啊。可是如果他提供，那美国那个陆军战术导弹 ATACMS 就不准打俄罗斯。那美国如果不提供，德国也不提供。德国说他就跟着美国走啊，那德国那个飞弹是可以打最远的，叫 Taurus， 那可以打500公里啊。那目前俄罗斯事实上，坦白说啦，美国军方自己也评估啦，俄罗斯重装备啊都已经撤到300公里之外了，因为他知道乌克兰一直要这个东西嘛。那近战的坦白讲都在50到100公里之间呐，所以坦白讲也用不上。就你真的用嘛啊，那它主要当然就是要打俄罗斯的机场嘛，还有那个军备点嘛啊。那现在不知道要提供多大的数量啊，因为据了解数量也不多，所以坦白说对扭转战局，坦白美国的军方专家是认为不可能扭转战局啦，他们现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啦，拜托你撑到11月5号好不好？我真的是这样啊，所以你看他最近美国跟英国又联合嘛，说要再给乌克兰15亿。我认为这个大部分是要付人事费，啊，就是你军人不能脱饷啊，公务员要给他薪水啊，那有一些特殊装备可能要请外国佣兵来操作啊，佣兵很贵，通通都要钱，通通都要钱啊。所以你看那个美国最近就动不动给2.5亿啊、3亿啦，那这次给一个比较大笔的，他跟英国一起给，我认为就是要撑到11月5号啊，因为如果真的在10月出现乌克兰崩溃的状况，那贺锦丽会很辛苦哦，因为他要面对啊。是。那本来辩论完，目前看来对贺锦丽是稍微有利啊，可是这个就是一个变数了啊。那至于这个伊朗跟北韩已经都提供武器给俄罗斯哦，我觉得这个已经是非常明显的啦。据了解是北韩大概提供给他的大哥，大概超过100万枚炮弹了，那伊朗提供了200枚导弹，所以乌克兰就因为这样在叫嘛，说你看他隔壁的小弟都在给他武器啊，我正需要武器的时候，你不能够充分给我，因为俄罗斯大概平均一天发射的炮弹超过1万枚，所以表示他的底气是够的啊，他甚至这个还在搞大洋演习啊，出动了109艘军舰啊，所以他好像从容不迫的样子。真的。所以我觉得乌克兰真的是蛮辛苦的啦。将军。首先我讲，大家都以为11月战争会告一个段落，其实我觉得这个仗还有得打。为什么？美国根本不希望这个战火会停结束，他也知道乌克兰现在撑不下去，他的策略是玩什么？哎，你们英国的飞弹可以打，对，德国飞弹打，他就希望北约也加入整个跟俄罗斯的一个战斗，因为他利用的是俄罗斯很狠啊，放的话很狠啊，动不动要放核武了，而且加上波兰呢，波罗的海3小国这些国家怕苏联怕得要死。原来德法是比较游离的，并就是觉得花这么多钱啊，这个仗该结束了。那乌克兰撑不下去，乌克兰的胜利四个方案里面就是希望把北约拉进来。美国这个很坏呀，我不得罪俄罗斯，我的武器不能用，你们英法的武器可以用。那德国不是傻瓜啊，那就变成我们整个北约要去对抗俄罗斯啊，划不来啊，因为只有乌东的小国家愿意对抗啊，西欧的、中欧的没有这么强的意愿了。对，现在美国的阴谋就是说，你们北约以前是靠
这个支援一点，现在你们长程飞弹都进去，这就会引起俄罗斯对整个欧盟、北约的一个仇视了，这就挑起更大的一个这个战争因为一直打下去啊，美国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再彻底消耗俄罗斯，你不要以为俄罗斯没有消耗，各位观众，我跟你讲一下，最原始制造北韩制造一个155炮弹呢，成本$2000，美国要生产一个155哈泽的这个炮弹呢，$8000多，对，要有准头的所谓神剑炮弹呢，$7万一颗。后来现在改成用套装的导引的这个炮弹呢，也要$18000一颗，一天打1万发，你知道花多少钱？所以俄国也撑不住，所以要跟朝鲜调炮弹了，因为朝鲜人工便宜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仗打下去，真的俄罗斯是被消耗。但是你们看到一点没有？那个暴风雨一枚要$100万。对，欧洲要不要被消耗？我请问，欧洲被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听命于谁啊？完全被美国操控吧？是啊，又消灭了这个，又消耗了俄罗斯，也消耗了欧盟。那美国在这个地方是单机卖武器，哎，对，单机老大，他还刮你一笔钱呢、这个时候才有底气跟中国对干啊。哎，你不要以为他对欧盟好，哎，这个背后的阴谋是你欧盟更衰弱，你更依赖我，我讲什么你得听什么。各位记不记得3年以前，北大西洋公约快要解体了？没人理你嘛，大家都是忙着赚钱嘛，恼死了。能源，那俄乌战争一爆发啊，不得了，北约这边满血复活啊，都变成而且掌控欧盟啊。对，所以这个问题你要看大国博弈的大国的阴谋是什么。说照这个说法，我倒是赞成川普当选了，对不对？因为拜登的那个战略是大战略，就是要一直打下去，一直打下去，所以他就是打个鸡血嘛，今天给3亿，明天给10亿，你不要死，你给我撑到。伦车司机在看中这一点，才不断的去要。他的胜利方案就是你继续给我西方的武器，我可以打赢。你看我在俄罗斯本土也占了一块地，所以大家都把它搞错了。什么围魏救赵，它是一个政治目标，全世界都在。你看乌克兰可以反攻了，可以占领俄国的本土了，用的都是西方武器，他把西方武器都放在库斯克，那就证明说你们只要给我就打得动。他玩的是这个游戏，但政治目标不是军事目标。我们学军事的，哎，我们学军事的哪有这种打法呢？对了，你后面部队不多，肉搏战、绞肉机，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大家要看政治层面的意味，不全是军事。是因为泽伦斯基到今天仍然强调，他打到库斯克完全是正确的决定，的确拖延了东部战区俄军的推进，但事实证明有吗？这里头啊，其实啊，我认同一个观念呢、就是战争发动起来很容易，想要达到和平来协商几乎不可能，你停战就不错了啊，就像韩战一样，到今年也只是有停战没有和平啊，这个大家了解，俄乌之间的冲突啊。就也实际上也是这个情况，这里头最荒唐的人呢，就是那个川普的那个副总统范斯了。这个方法他讲的话完完全全是对俄国投降，不可能的啦，根本不可能。这里面讲他没有讲主次的，他里面讲的说，基本上就是不管是克里米亚，再加上东部顿巴斯，还加上南部，俄罗斯要就给他，打的都给他，他妈开什么玩笑？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川普在辩论的时候他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川普自己也了解，美国人在这一场俄乌之间冲突是获利者啊，没有任何的损害啊。就是首先呢、我必须要强调，为什么美国人获利？就是美国人现在的话呢，除了最烂的炮弹送到台湾以外，次级的都送到欧洲那边把它打掉了。啊，就是说，也最基本的观念就是美国的军工共和体。你刚刚帅将军强调一个观念，就是美国的军工共和体的成本是非常非常昂贵的，是全世界最贵的啊。那螺丝就这么几万块美金啊，就这样搞起来，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些螺丝在台湾生产不是好了吗？在台湾生产搞不好这么几百块钱的事情，但是在美国就不一样。这是第一点，就是美国是获利者，一定要搞清楚。然后第二点的话，美国同时达到做梦寐以求的目的。美国要鼓励东欧的国家来削平西欧的影响力一样，
然后又用东欧的国家化，因为怕俄罗斯的关系，然后同时借着他们自己北约的团结，然后同时又能够消耗掉这个俄罗斯的关系。那么这个对于美国来讲这是好事，反正又不会影响到美国。而且实际上的话呢，美国长期以来就会觉得说，他的外交政策主要的话呢，就是针对欧洲做一点这种牵制的力量。那现在这个难得的机会，他不会轻易让它停止下来。而且停止下来的理由，我们想了个半天也想不出来，有任何的方式让它停止。那像范斯讲这种话的话，那你干脆一开始就全部跑过来送给俄罗斯算了。他是加强川普那个许诺，我一上台就不是24小时结束。但是你要了解，川普自己本身都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啊，他都变了，对不对？然后第三个原因的话呢，就是俄罗斯自己会证明他自己不是没有朋友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拉着中俄朝啊，什么拉着伊朗啊什么的，那就要产生对抗。美国人是最喜欢你这种二元对抗的、啊，美国不怕你对抗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这场战争会结束吗？我们通常来讲的话呢，在报道的整个过程当中，只会替乌克兰感觉到很扼腕，因为把自己国家打烂了，有啥好处呢？有什么好处呢？战争一旦开始以后，很难停的。接下来看看科技战了哦。那么有一个最新的画面是来自于挪威首相，他去访问中国大陆，大家在高铁上面接受央视记者的访问，听听这段访问内容。Is this your first time to take on China's high-speed rail, and how do you feel about trip so far? It's a very special setting, I must say, but it's a telling setting because it gives me the opportunity to go from Beijing to Shanghai, and you can work and read and sleep and relax, and it's fast, so it's impressive, and also the opportunity to se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 Actually, besides being fast, being comfortable, this is also very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For instance, in terms of emission, this is only about 6% of those of airplane and about 11% of that of cars. So it's very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I understand that China is already considering moving even faster on trains, I've heard. So that's right. But you know, when you can move with train when there are large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s, it's a very good option. It is. And I think it's a good example. 当然，这段访问就是挪威总理对于中国高铁的最大的背书了嘛。那基建是中国大陆的强项，梅龙高铁被说14号开通之后，连接的地方可就越来越厉害了，包括连接了广州的粤东环线、深圳梅州，缩小了大概只要1小时36分就可以到达。对于整个环状路线的开通非常重要，因为像以目前这个龙川西这个段落这段铁路开通之后，往南包括了香港，包括了这个深圳的地区，整个广州完全打通了大湾区，形成的这个越线列车穿越了汕头啊、汕尾这些位置，等于是整个大湾区大幅的提升在交通上面的贯穿跟实力影响。那么大陆还有一个最新在北京开通的做法，因为这段时间从疫情之后以来，很多国外旅客到中国大陆去都有困难，也就是没有办法这个支付啊，因为大陆很流行的所谓电子支付，对于其他的外地游客有困难。北京呢直接开通地铁，外籍旅客用外籍的信用卡，就是你自己国家的信用卡，就可以全线的使用北京所有的轨道啊、交通票务都可以使用，那就当然大大解决了这个外籍旅客在当地旅行的困扰，也成为中国大陆内地的第一个例子。科技战，那当然不得不讲手机喽。10号那天，苹果跟华为同时宣布上市之后，现在这个所谓3折机非常的高价，抢翻了，那已经被炒到15万天价，那二手平台甚至出现现货，才刚卖完呢，就变成二手平台现货直接炒卖，可以远超过这个原本官方起价才19900，现在可以卖到15万。那为了说中秋节送礼，还有人喊到20万人民币，这个太夸张了，真的是离谱到快要台币100万的这个价格。那如果来看看这个手机到底有什么好处，居然有人360集团的董事长，他得帮他背书说哪里好啊，因为可以盖泡面，听听他怎么说。我这2天在研究这 iPhone 和 Mate XT， 我确实觉得华为的硬件创新确实遥遥领先。有时候在这些公众场合，我很尴尬，我想打电话掩饰自己，我拿个 iPhone， 根本遮不住自己的脸。可是有了华为的 Mate XT 就会不一样了，你看。我这样遮着脸，根本看不见我是谁。工作忙的时候吃泡面，手机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要压住泡面盖。用了华为 Mate XT， 泡面的味道更透彻，煮得更熟，味道更好。我发现 Mate XT 的新的优点在随时向大家汇报。
这么贵的一台手机拿去盖泡面啊？当然要强调它科技上不怕热吗？不怕水吗？那要遮脸，为什么要把脸遮起来？好了，重点是苹果跟华为这场大战如何？在台湾听起来似乎苹果卖的也还不错，但是华为的3折手机校正苹果，外媒认为有个重大的意义在里头，因为美国的制裁让中国大陆的整个科技半导体的产业直接大跃进，不但没有阻断它的发展，反而让它获得了更多关键的外国技术，在自己研发之后，先进晶片的晶片及制造的能力几乎是大跳跃。而8月份还有个数字让外媒也很惊讶，就是汽车销售量。整个大陆市场当然内卷的情况之下，前5强呢，比亚迪自己国产的汽车电动车几乎是包办了前4名。那么中国民众最喜欢的是40个车款前5名比亚迪啊，然后还有海鸥啊，4万块46830辆啊，对不起的销售量也夺下了冠军。一个月卖100辆电动车，这100万辆电动车是吓坏了很多国际的这个汽车产业。单月电动车销售100万辆，真的是跟去年成长33%百分比，其他国家都觉得望尘莫及。那整个车企积极布局海外 ，Bloomberg 认为北京要电动车技术留在中国，就算近期准备要在西班牙啦、泰国啦这些有建厂计划，但大陆的商务部7月跟10几家的汽车制造商所举行的会议里头，仍然希望把汽车关键零件留在中国国内生产，而欧洲呢却市场惨淡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出访中国大陆之后，呼吁欧盟要干嘛呢？刀下留人啊，重新审视是不是有高关税来对抗这个中国大陆的汽车进口的这样子的一个措施。那因此呢，你看看中国大陆因应的措施也不一样，他对欧盟现在也还在保留的态度继续协商，但对加拿大直接祭出了最严厉的这个反制措施，高关税一起来打。亮哥怎么看最新看到高铁上访问一个挪威首相的画面？我最近是西班牙跟挪威首相都去访问大陆啊。那西班牙首相摆明了就是希望中国的电动车或者是电池去西班牙投资，我认为这个会成真啊。中国大陆大概设定大概在欧洲要投资6个国家，都跟电动车有关啊。那也是用这样来化解那个欧盟对电动车课税的压力啦啊。那有一些他就用关税的恐怖平衡，那大家来谈判嘛，什么这个猪肉啊、乳制品啊、白兰地啊等等等啊。那挪威，我觉得可能就是他大概是看到新疆养的这个鲑鱼哦，搞不好会追过挪威啊。真的吗？哦，真的，新疆养的鲑鱼这么厉害？新疆因为这个就是三文鱼，本来都一直以为是挪威最厉害了鲑鱼。我现在新疆全中国它已经超过华东了。哦，而且挪威的鲑鱼出问题了，过度集中繁殖啊。还要染色才有那个鲑鱼的红色，被检举，因为新疆实在太大了啦。哦，那他们已经找到一些技术了，比如说用那个矿物质啊，还有用微盐量啊，然后让那个湖水就接近海水的成分。这么厉害？对，真的是做到了。哦，新疆现在是中国产鲑鱼最大的，不是只有哈密瓜，不是华东吗？是，不，它这个地方常这样啊，就是集中做某件事，然后就变成中国第1大产量。对，棉花也是啊，番茄酱也是啊，辣椒对不对？辣椒不要讲啊。所以我是觉得，我觉得他可能会有点紧张了，那就去找其他的商机之类的了啊。那这个，我觉得华为3折机，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当然是很多是炒作价啦。哦，这个就好像你在，太夸张了，好贵啊。这个就好像你在台湾听到新庄1瓶可以卖到70万，有点类似啊。要看实际成交啦啊。那它跟苹果是不一样的。它是特殊利基市场的产品，高价。苹果那个是一般人用的手机，所以市场其实不太一样。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大陆迷信送。看到华为发布新机的快速，其实也证明一件事情，它的晶片发展真的没有被围堵，反而更快的进阶跟成长。其实用在军事上，这也是美方最担心的。所以基本上美国发动的晶片战争呢，就是在封锁你高端的5奈米以下的。事实上，
28奈米的用途远超过你5奈米以下的，因为你家里面洗衣机了、烤箱了，什么都在装成熟产品嘛。对，电动汽车也是，所以成熟产品中国赚了大把银子了，它占了全世界的产量的多少了，对不对？那至于军事上要用途，我告诉你，军事上用不了像手机那么小，3奈米、2奈米，你华为已经可以做到5奈米了嘛。那你就再往下走，顶多是良率不好嘛。军事用品谁在乎你良率啊？你100片有1片能用，我就可以用在军事上了嘛。所以晶片战呢，并不是大家看起来好像中国会一败涂地啊。何况华为，你再给他几年，他就突穿了嘛。至于现在你所谓飞机上不像我们 Apple 手机那么小嘛，飞机上多大的晶片都可以装嘛。何况华为5奈米都做出来了嘛，对不对？它用折叠的堆加的方式也可以。所以这个问题的晶片战呢，只是政客炒作的。台湾最求不着就是说，我们有最好的台积电，但要被美国活生生搬走。等到你将来你就没有竞争能力了，啥都没有了。股东是人家美国的，厂在美国的，将来你可以独霸天下。所以这个问题啊，包含我们的政府利害得失都不会计算的，就是只晓得抱美国一条大腿。你像军售当凯子啊，潜舰，我告诉你，那个编预算刚刚跟郑亮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就是让美国早点钱入袋嘛，东西我们出不来啊，真的出不来。他还比不上30年前我去争取外购，那个时候林毅芳要国内自制，我就反对啊，因为我知道潜舰里面东西太复杂，敏感的红区太多 ，output license 不是你那么容易。今天海鲲号为什么出这么多问题啊？太多的零组件，人家外国不能按期给你。bug 太多，而且你还整合上有问题，是，所以那个时候我是主张买，而不是自己造。你现在造的还是30年前的技术啊，对，那个时候我主张买的德国203、209，要不是陈水扁搞那个4不1，没有把小布须惹翻了，我们那个时候就买到203、209。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什么叫挪威？挪威是几乎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国家，福利最好，而且很重要，它不是欧盟的国家，根本不屑于参加欧盟。挪威的首相坐高铁最重要的一段，也是最赚钱的一段啊，从北京直接到上海，请大家注意，我希望所有人听到这个讯息，你自己判断大陆高铁好不好，应该去做一下这个啊。如果是你不要跑这么远，你跑到济南也可以啊，或者到南京也可以做一做。没有椅背，对，怕没有椅背嘛，就是自己去验证一下。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讲到华为的新机的话呢，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就是说华为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从去年从 Mate 60开始的话，一直到现在啊，出了多少种手机，而且最重要的是价钱从来没有便宜过